然后呢，咱们再说说那个印度啊，莫迪这两天真是有点老惨了。就前脚刚不是离开，就是回来了吗？不是从乌克兰走了吗？后脚上司机劈头盖脸一顿给骂啊！德云社8月27号的报道说，小泽的啊批评了小印度和俄罗斯的商业往来，并且表示说，普大帝呢在利用出售石油和天然气资金来资助他对乌克兰的战争啊！这个脸打得啪啪响。俗话说得好啊，来的都是客，抬手不打笑脸人，对吧？人家老仙儿，咱说了该咋说不咋说，人家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不对？在你危难之际，顶压力亲自过去了，说要给你调和调和啊，哪有人走茶凉一点面子都不给的道理啊？对不对？其实家人们啊，老仙千里迢迢的坐了20多个小时的车啊，就是绿皮火车呀啊，从波兰干到了乌克兰。与其说是为了与司机反复拥抱秀恩爱，还不如说是在向被自己成功激怒的美西方示好。从莫迪和司机的冷冷的表情来看，他们之间其实没啥共同语言的，你知不知道？就是莫迪呢为什么要去波兰？我跟你们讲啊，波兰呢它是现在整个的武器呢原来呢是苏制化武器，后来呢变成了美制化武器，但是现在乌克兰战场缺的是苏式化武器，那恰巧呢印度这边呢也更新换代啊，跟这个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包括俄罗斯也好呢，也淘汰了一批旧的武器。这些旧武器原来印度80%武器是从那个俄罗斯买的啊，那淘汰没有人要啊，怎么办呢？还不如废物利用呢，直接呢想卖给乌克兰不行啊，所以说他想淘汰一波库存，清库存卖给波兰啊，然后波兰呢再转手再给谁咱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他去波兰呢，首先就想去卖武器的啊，想去捞个便宜的，但是波兰一点面子没给他啊，所以现在呢，他去了之后语言不通啊，强颜欢笑，虚以委蛇。波兰这样，乌克兰也这样。而老仙的突然访乌啊，与围绕印度一系列的事儿是有关的，就包括什么呢？就刚才我说武器这个事儿，咱暂且不说了。另外还有什么呢？国内家们女医生被这个奸杀而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那莫迪当时就你别看这个事儿啊，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但是在印度已经遭遇到全社会的，就是真的是反对。在这个8月15号，印度独立日唰就引燃了。17号的时候，就干到高潮了，全国超过100万医生啊就参与罢工，这给这个承诺打造了一个新印度解决女性权利这些问题的老仙狠狠打了一巴掌，严重影响他的执政的这个形象了。在国外的时候，家人们，8月13号，总部在美国西雅图一个星巴克就宣布了解聘首席执行官。为什么解聘呢？就他这个决定会给美国大企业清洗印度高管运动又添一把火，因为这个高管是印度人。根据彭博社日前的报道啊，今年以来已经有191名美企高管直接被炒鱿鱼了，其中大部分都是印度裔的。然后美国媒体就说嘛，这些印度高官百无一用，干啥不行，杀啥不剩啊，给梦想全球输出、控制全球高新技术产业链的印度把脸打肿了。印度老铁们这个国家啊，其实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啊，有这么吓人。我是从什么？我最开始知道恒河水脏啊，什么泼牛粪呐、喝牛尿啊，就包括什么好吃又卫生啊，是吧？然后那个干净又卫生啊。再包括呢歧视女性啊，这个就包括我们通过一些电影了解到了印度的一些事情。从什么时候呢？从一个博主跟她老公在印度被整了，我这才关注这个事儿。完了我这么一查，那何止是啊，真是之前咱没关注的。家人们，如果是啊，老铁们，就是你别说美国怎么这样歧视呢？如果你身边啊，就是你知道这些事儿之后，有一个这样的人你还不熟，你害不害怕？你也害怕呀，对不对？所以而且家人们，印度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它一直是向全世界输出高科技产业链的。它印度的这个贫富差距非常大，同样文化水平差距也非常大，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就印度人很聪明，就全世界非常牛的理工大学是在印度。就印度人啊，学习好的孩子，就是你考得不好去麻省理工，考得好的留在印度，这是真事儿。所以这一下老铁们直接把印度的脸啪啪给打肿了。
其实境外关于印度人的负面新闻呢，一直都是层出不穷，只不过咱没关注。似乎印度的空气都是臭的，真的，一时间印度原本并不高大威武的国际形象，简直那就是一落千丈了啊！好像媒体一夜之间才发现，妈呀，阿三家原来这样式儿的呀，太吓人了。而深入探究这一切问题的导火索，就和今年7月份老仙儿访问莫斯科是息息相关的。路透社的报道信息显示说什么呢？老仙儿当时访俄期间，普大帝和老仙儿亲密啊，拥抱宛若兄弟呀，然后呢互信互爱呀。不仅如此呢，小印度跟那个俄罗斯还签署了100多项的合同啊，并且确定什么呢？确立在2030年之前，把俄印贸易额再次提升一个档次。提升到什么时候呢？感谢月蕊啊，提高到说1000亿美元啊，这说是个战略目标。而印度呢，也成为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一个大国。老仙儿这个举动直接破防的不仅仅是司机，还有背后的美帝国呀啊！因为之前呢，家人们，由于印度和美国有利用的价值嘛，对美国有利用价值，尤其是在印度出头遏制东方大国这个节骨眼上，于是老仙儿的行为啊，就是美国对他这个就跟俄罗斯好啊，买俄罗斯石油啊，当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跟他五五玄玄。但是现在呢，随着形势的转变，美国态度也变了。知道吧？新的形势其实非常简单，一切还是围绕着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只有让俄乌局势升级，让全世界看到乌克兰有反攻俄罗斯的能力，才能赢得选民的信任。一旦乌克兰被迫与俄罗斯达成妥协了，选民就会认为民主党政府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投入是不划算的啊，投入产出比太低了。然而印度对俄罗斯的支持包括合作，让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得以回血，包括不断的去延续。那么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呢，你像川普被刺啊，税王退选之后，原本已经是胜券在握了，但是呢，新晋对手印度裔的哈哈姐那来势凶猛啊，对吧？在民意支持率这些方面全部都占上风，据说现在啊已经超过特朗普2%了。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鹿死谁手不知道了。于是兄弟们，哈哈姐的出身标签就成为谁了呢？就成为董王啊为代表的共和党的攻击目标了。印度如此野蛮呐，如此恶心呐，如此荒唐啊，如此不靠谱啊。那么印度裔的哈哈姐想入主白宫，选民是不是得三思而后行的呢？于是美国两党对待印度的态度，家人们高度趋同化。这就是阿三最近四面楚歌的背后逻辑，没想过吧？对吧？咱不得不说，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自称刀枪不入的老仙儿也只能认怂了。所以说，家人们，老仙儿访乌是为了给美国一个交代，知道吧？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什么战略定力，包括立国的策略，阿三是斗不过美西方的。然而从目前这个情况看啊，阿三哥可是相当不服气了。有消息人士就告诉那个印度时报记者说，泽连斯基在双边会谈结束之后，那言论和访问精神一点都不符啊。那印度可能在未来1-2天之内通过外交渠道向乌克兰表示抗议。而司机在采访当中也表示说，下次乌克兰和平峰会可能会在印度举行，而峰会不能在没有签署第一次峰会公报的国家举行。啥玩意儿？啥意思？什么概念？就暗示了，就指责呀，说你上一次你印度你也没签那个瑞士和平峰会那个公报啊，对不对？批评印度墙头草啊，并给了印度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说你现在签也好使，接下来就看老仙儿怎么过招了。那么美方，咱不说西方啊，美方对老仙儿的这次献殷勤，总体感觉怎么样呢？老铁们看新闻，8月27号联合早报的消息啊，说老登和莫迪在26号通了一个话，两个人呢也讨论俄乌冲突了啊。拜登呢对莫迪向乌方传递和平消息呢也表示感谢了，并且说希望莫迪接受这个泽连斯基这个观点。换言说呢，虽然对莫迪这个小算盘都是了如指掌的，但是既然已经迷途知返，安抚一下也是必要的。毕竟什么呢？美国对于印度来说现在不敢惹，印度对于美国来说有大用。为什么？在亚太布局真的是少不了印度啊，有打有拉，打一棍的给个甜枣，这才是美帝国一贯的操作。面对美国一通叮当456，一顿操作猛如虎，印度目前我告诉你懵了，也不知道怎么应对。接下来命运如何，就得看老仙儿的斗争艺术了。
懂我的意思不？另外家人们啊，还有一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牛的。什么事儿呢？刚才我们讲了055大区，对吧？讲了055吧，是吧？接下来我们讲一个另外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075。日本参谋部啊，说这两天呢就坏了，就发现什么呢？发现我们东方大国的这个075-27登陆舰从日本的那个宫古海峡呀，慢慢的就穿过了太平洋啊。这件事呢就把美国和日本整的狼哇的啊，背后冰凉。原因是什么呢？家人们打开地图看啊，宫古海峡的旁边是哪儿？家人们，宫古海峡旁边是冲绳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琉球啊，对不对？是美国原来驻军的那个地方啊，对不对？这个075-27登陆舰，它是可以干啥的呢？它可以对空、对海、对地全方位打击。那么这么一来，家人们，你看小弯弯啊，小本的，这是小弯弯，这是小本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的075就可以随时出现在弯弯的东海岸，也可以随时出现在小本子东海岸，更可以随时出现在哪儿呢？菲律宾的东海岸，对吧？它不但具有对空，你们别忘了，不但具有对空、对海、对地的打击能力，而且兄弟们，这玩意儿是27登陆舰，什么概念？它能登陆。那很多人就以为说登陆有啥了不起的呀？哎，那你就太不了解它了。它是没有啥了不起的，船没有啥了不起的，但是兄弟们，人家带的刀枪炮，人家了不起呀，对不对？就比如说像什么呢？无人机、水面无人艇，还有红旗10导弹防御系统，还有2套1130近防炮。哎，这个近防炮跟辽宁舰上那个近防炮差不多一样的，是不是能够轻轻松松？什么概念啊？有人说这个1130近防炮什么概念？轻轻松松加愉快，1分钟干爆1万发炮弹，能够发射反舰导弹，打击空中战斗机，能够打击海面低空飞艇。在它的左舷啊，这个075的左舷上的那个耳台上，还安装了多部干扰火箭弹的发射箱。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对敌方发射来的叫什么呢？叫近舰导弹进行干扰。而且家人们，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它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航空母舰了。为什么呢？航空母舰最主要的一个功能，上面有飞机，对不对？这哥们儿075多牛呢，上面舰载机直8、直10、直19、直20，这些飞机可以进行什么？兄弟们，直8、直10、直19、直20，有没有了解武器的？这些兄弟们合起来能够干啥？反潜，能够反舰，能够搜救，能够运输武装100人这些任务，为部队的登陆做好提前的提供掩护工作。然后兄弟们，咱就说到登陆了。那这个时候，27登陆舰里面，如果说到登陆的话，我们就得说这里面能装多少那个27的那个装甲登陆车呀？我告诉你们家人们，说出来吓你们一大跳，35台，而且里面还可以装10辆主战坦克，还可以装25辆步兵战车，可以装50辆轮式机动车。如果要装登陆艇，里边可以干4艘登陆艇，牛不牛？有人说那它能登陆，能防御，能反潜，能反导，能反舰，还能干啥呀？家人们，有人说了，有没有收集情报的能力呀？还真有。为什么呢？它有382远程对空雷达警戒系统，它有快速搜索低空雷达系统。什么概念？可以对空对海直接发现目标，跟踪目标，立即跟踪，立即监视，而且准确，不仅跟踪，不仅监视啊，我们不用照相，直接一锁定目标参数，直接到位，就包括它的方位啊、距离啊、速度啊、坐标啊，那直接给生成在系统里，甚至计划都能给你生成了。第二啊，家人们，最近电子战这个很火，对不对？哎，它也有电子战这个系统。具体这个咱就不能说了啊，我只能告诉你，它具有综合的电子战作战能力，由电子侦察啊、有源干扰、有源相互证雷达大家都知道吧，无源干扰3类装备组成。什么概念？用咱们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它有对海面敌舰的反舰系统，其他舰艇舰载武器的雷达通讯系统，我们可以对它干扰。你敌军不是想发个导弹吗？对不对？我让你失灵，我让你发不出来，
我让你拉稀，我让你当哑炮，可以对敌区内部的雷达，包括通信这些电磁辐射源实施精准及时的截获。你不是要沟通吗？对不对？你不可能一个传出来呀，你告诉我不可能一支部队吧？你是不是互相得沟通？对不对？好了，你发射出来信息直接到我这儿，你对面你都收不着，不仅对敌军进行识别、定位、测向，而且顺便把敌舰的参数全给你拿捏了。你现在的直升机、无人机、水面舰艇那都不用介绍了，这简单，大家都懂，对吧？而且家人们，这还不重要，重要的什么呢？我们在干扰别人的同时，我们有一套非常牛的通信跟数据链路，采用的是新一代高速的数据链路。什么概念？就是我能与目标机的舰艇、飞机、岸基、指挥中心进行高效的数据传输和共享，保证情报源的流通以及整合。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自己内部能沟通，敌方沟通不了。上面有作战情报中心，完了呢，指挥协调中心以及情报处理分析，如何就是怎么说？如何就是规划，给指挥员提供什么准确呀、有效啊、全面的战场态势感知。刚才我说通信了啊，它是卫星通信，它是不受距离限制的。咱们举个简单例子啊，它到夏威夷了，对吧？它要跟这个岸基通话，那是随时随地的呼叫，因为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是登陆舰，兄弟们。所以说它的作战半径是多少呢？它的作战半径是200千米的范围就可以了。东方大国的075两栖登陆舰对标的是谁呢？对标的是老美的黄蜂级的两栖登陆舰，它的排水量是3.5万吨到4万吨。飞行的甲板长度是237米，宽是36米。我这么说你们没概念，家人们，你们见没见过篮球场？相当于20个篮球场的面积。那你人在那儿，上面你看不着。好，那你想呗，它上面什么概念呢？我就告诉你啊，就这个甲板，上面是6个直升机的起降点，6架直升机可以同时起降。还有2台升降机，甲板上轻轻松松放30架各种功能的直升机，主要干啥的呢？这些飞机攻击、反潜、侦察等等。因为它运载的人数比较多所以说通常呢，当它出现的时候，它的身边肯定会出现052D 导弹驱逐舰。所以家人们，咱们可以提个问题，就用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岸基火炮对那边的进行全覆盖。那么请问多少艘的075两栖登陆舰采取什么样的坦克排兵布局的方式，进行什么样的火力配备，能够干到那边直接团圆？你们可以自己考虑考虑。真是老铁们，这个玩意儿太厉害了。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我自己说的，我是查的资料，包括听很多其他的博主说，我这玩意儿太厉害，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来，老铁们咱们不墨迹，今天新闻讲完了，但是